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诺曼的爬行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男生大改造的短油头剪法教学。在开始教学之前，如果还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先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我们今天要帮他做个大改造，因为他平常是不太整理头发的，所以我希望让他放下来也好看，那也可以抓了一个短油头的那种感觉。接下来我会用几个分区来做这一款发型的剪裁以及教学。那我们今天使用工具啊，一样有大小电剪，公分套我们建议使用就是4.5跟1.5mm 的公分套，因为这种是剪那种欧美造型的效果最好的尺寸。剪刀的部分呢，你只要需要一把我们的剪发刀以及15% 的打薄剪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用分区夹，先把头发夹起来，摸下来，它的头角其实是比较宽的，所以会变得顶部区这里非常容易塌，所以我们在这种凸点直接做分线。好，那我们地域区分线啊，就是先把顶部这个位置先分出来，分出来之后呢，再来分一个区域，就是后脑勺的位置。长发的话，后脑勺这一块呢，我亚洲人都是比较容易塌的。那我们可以先摸下来，找到它的枕骨点，它枕骨比较低哦，所以它的后脑勺基本上是平的。所以在修剪的时候呢，找到最宽的点，往下分到枕骨的位置，这就是它后脑勺要修的蓬度。那我们先把它夹起来。好，那现在上部区跟后脑勺都夹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操作了。那我们先把多余的长度先修掉，再做推剪的动作。然后在修之前啊，先喷上一点水哦，因为头发太干的情况下，你再剪其实会蛮容易伤害你的刀具的，还有电剪也是会减少它的寿命，所以你一定要先喷上一点水，让头发有一点水分之后，再做裁切啊，那个效果也会比较好。好，一开始在修剪的时候，不要先用电剪去推哦，因为这么长的头发直接用电剪去推啊，很容易咬进电剪的头里面，它会拉扯到头发，是会非常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用剪刀把多余的长度先修掉，像这样。先去掉大部分的长度，然后快速去长度的方法呢，就是直接拉一个高角度做去除，拉起来，用梳子直接修掉。那如果会怕剪到太多的同学啊，你可以预留大概一个大拇指的空间在梳子里面，这样你不管怎么剪都是不会太短的。好，这样长度就已经修掉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用电剪下来做推剪，效果才会比较好。接下来我们拿出电剪，然后用4.5的公分套，然后由下往上把长度都先推掉，然后到顶部区的分线处啊，你可以预留一个大拇指的位置，像这样推掉一个大拇指的预留，然后先把它下摆这些长度比较长的先调整起来。通常在剪这种会非常疗愈啊，就是长剪短。在拿电剪的时候，记得啊，你的手的稳定度是比较重要的，这样才不会剃起来坑坑巴巴的。这些很多新手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你的手如果没有这样平行的由下往上，而是会颤抖或者角度不对，它这边剃起来很容易一个洞一个洞的，这是新手常遇到的问题。然后头发比较长，在剃的时候呢，注意你的推剪速度，不要拉太快，拉太快啊，它也会造成拉到头发的那一种疼痛感，会蛮痛的。所以大家记得你在剃头发，这个手的速度要稳定，不要太快。好，这样第一圈呢，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接下来我们用梳子啊，把这些比较长的长度再连接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运用梳子梳上来，你可以看到这种翘出来的头发，对不对？直接把它去除，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连接效果。如果你今天想要剪的是那一种武士头，上面可以绑，那你完成这个动作就可以了，上面就不用去动它，把它放下来，头发就可以绑，它就是一个武士头的造型。然后如果你在夹头发有一些小头发会容易跑下来，可以用这种夹子月牙夹把头发再叼上去一下，这样才不会容易剃到上面的头发。如果需要这些小工具啊，我们卖场都有卖哦。
好，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接下来换成1.5的公分套，比较扁一点的效果，比较扁，不会那么宽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剃的时候，在总长度的1/2处做修饰，让它两侧利落度可以更好一点。然后这个速度可以再慢一点，因为它比较属于精致型的修剪。我们这样修完才会有一个渐层的感觉。如果要剃出这种渐层的效果啊，建议大家的公分数选择落差在3mm 左右，这样它就可以有一个白到深的这种颜色出现。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直接修饰一圈。你可以看到这样剃过之后啊，它那一种深浅的效果就出来了。如果喜欢比较欧美的风格，或者是比较利落的发型，就可以用这2个尺寸的公分套下去做修剪，它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2侧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再拿小电剪把细节修一下。这时候用小电剪，那这支小电剪比较不一样，它有2档，第1档呢速率是比较慢的，第2档的速率比较强。所以啊，修饰这一种，我建议大家都用第2个速率，然后顺着我们的轮廓线这样修饰一圈。耳朵在修饰的时候，你可以拿直立的，用边边去刻出这个线条感，然后在侧边的时候啊，我们再用平压的方式去把轮廓刻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2边修剪已经完成了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像这样渐层感就出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上面夹起来这个区域啊都放下来，来剪之前一样先喷水，然后前面的头发顺着往前拨，让它自然的放下来。来，我们先做一个修剪，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长度，刘海长度呢就是抓在眉毛的位置。所以，我们先把中间的头发先找出来，好，然后平行的拉到眉毛前面，然后做修剪，长度先确认出来，好，它就变一个妹妹头了。好，赶快剪，这只是过程，对不对？过程。好，那中间的长度已经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运用这个长度去做2侧到后面的连接。连接的时候啊，顺着轮廓剪一圈，对，它剪完会有一点像西瓜头的样子。可是这主要是先去长度啦，因为你头发太长，你等一下再画分线你也看不到，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它可以最安全的保留你的长度。这个时候你不用说抓得非常精准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长度会更短。好，这样剪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种长度呢，就是我们预留起来的长度。那最后就要开始修饰我们这个造型了。修饰造型的话，建议大家从后面开始，因为后面的头型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因为我刚刚说过啊，它头型是比较塌的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后脑勺头型修饰出来。先拿出电剪，把长度先做连接，连接我们刚刚推的那个高度。好，连接一个 V 型哦，保留后部区这一个头型的效果。好，第1个步骤到这里完成了。接下来从模特的后方提拉90度角，把这个角度去除，一个内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头发最外层都做一个内切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保留住头顶的蓬度，又可以制造出这种立体的圆润感。好，那后脑勺到这边就完成了。接着以这个轮廓线往前面做连接。好，那我们就梳上来，直接连接后面的长度，往前面连接上去。然后连接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就是啊，我们是高度呢，就是对照我们刚刚剃的这个位置。完成之后呢，再来抓到侧边，做个去角的动作，一样往上做内切去角，然后这样往前每一片都要哦。往前内切，这样它2侧的头角就会被修饰了。好，这样侧边也完成了，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方式去完成。好，2边长度都修完了，接下来就是顶部区的蓬度了。上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站在模特的侧面，然后从我们刚刚后面修剪完的一个长度往上提拉，
后面长度比较短，中间这比较长，我们直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把上面的层次处理出来了。然后往上提拉，往前连接，每一片都是对到后面的长度，然后抓到刘海的位置，这样你上面的层次完成啊，再连接我们刚刚修的两侧。我们刚刚两侧内层修完了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也剪完了，来把两侧连接起来。你看到中间这里多了一块，对不对？因为前后都剪了，中间只要连接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教的这个技巧是比较简单的，是因为我们把导线都先修剪出来，中间的一些细节长度，你只要把它连接起来，你的失误率就可以大大的降低，不会剪得太短，也不会剪坏。好，整个连接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啊，就是拿出我们的打薄剪，15% 的打薄剪，在头角两侧这里做一点打薄的效果。头角的位置，剪刀由后往前，2、3，斜线往内做调亮的修饰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往前，斜的往前哦。好，各3排就完成了。那两侧完成了，对不对？中间提拉起来，在发根的位置，1、2、3，再来刘海区的位置，1、2、3，好，这样整款发型就好了。以上步骤啊都已经完成了，这一款就是它平常吹干的样子。那如果啊我们要抓油头怎么办呢？只要稍微喷一点水，往后吹干，抓一点发蜡就可以了。上面喷一点水，或者是抓一点水上去，拿出吹风机，稍微往后吹干之后呢，只要再上一点点这种油头胶，像这样涂抹均匀，往上抓。然后像它本身发流是往这边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发流往这边拨，然后另外一边呢稍微压一下。好，我们发型到这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像它这样的利落感啊，整体效果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它只要简单的往后吹干，然后再上一点发蜡，就有这种造型。那我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重点讲解。我们今天修饰的时候啊，它头发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先把顶部跟后脑勺的蓬度先夹起来。夹起来之后，两侧用4.5跟1.5mm 去做修饰，然后再来把头角多的长度先调掉。完成之后呢，顶部区放下来，先做一个长度的修剪。长度设定在眉毛前面，先剪一个水平剪裁。剪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把后部区的蓬度修剪出来，再来连接到两侧的蓬度。再来修剪顶部区的长度，做最后的连接，再打薄。以上完成之后，就会完成一款欧美的这种短油头效果。你学会了吗？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你需要开始才可以很厉害。有其他问题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对诺曼使用的产品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点开影片下方的显示更多以及更多内容，就可以点选我们的卖场及表单直接做订购。下方链接可以追踪诺曼的 IG 及脸书，每天发布最新动态及发型作品。如果想找我们改造发型，也可以点选我们的线上预约系统。我们在台南有3个据点为大家服务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